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。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，就是在周五的晚上，那经历了一整天白天的劳碌，然后事情很多很杂很烦。那到了晚上深夜，一个人好好的独处，那听几首好音乐，然后看一下好电影，我觉得对我来讲，这个是蛮疏解的一个事情。这样，好，那其实今天呢，我们是要讲一个故事。就我们有一个客人呢，他原本有一套剧院的系统，那有一天来我们店里面，就是听了一些比较高单价的产品之后，他回家就觉得他原本的那个剧院啊，他开始有点听不下去了。就是他，我相信每个或者是有听音响的或喜欢看电影的朋友都是这样。当你听到真正的好声音、好产品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跟你家里面现有的系统落差很大，那你预算上又是 OK 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心中的小恶魔就会一直蠢蠢的欲动。好，那我们那位客人呢，他就是开始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首先当然就是要先换喇叭，那第二个事情呢，就是要把他的一个扩大机也去做更换。他原本使用的是雅马哈的 A2A 的扩大机哦。那当然他这次觉得说，既然要换，那就要挑一个他永远不会后悔的一个产品嘛，所以他便决定要采用一个前后级的配置。那如果说到环绕的一个前级啊，如果说你现在要撇除日系品牌，然后要找欧美品牌的话，其实现在还真的不好找。就是如果你要找光环绕前级20几万、30几万，因为有一些项目真的贵的，可能70、80万、100万都有去了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客人最后找，还有找到一个美国 Macintosh 这个品牌最新所推出的这个 MX200， 也就是目前在这个台面上。那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 Macintosh 哦，可能你很多人有听过，你听到苹果的那个麦金塔电脑这样子。那其实这个音响的 Macintosh 呢，它是一个也是美国的品牌，非常大。然后甚至呢，它现在在美国，你可以看到它是以直营店的形式，就是你没听错，就是一个直营店，只专卖音响，只卖这个 Macintosh 的音响。那它主打其实有点算是定位，算是奢华等级的一个奢华品牌。好，那其实它最标志的在于说它的这个 logo 荧光绿色的，然后加上它的一个扩大机呢，都会有着蓝色的这个灯光，所以有人俗称它是蓝眼睛。所以现在在我身后呢，你会看到有2个蓝眼睛的，这个其实是一个他们家 Macintosh 的一个后级扩大机。当然，这位客人他最后是选择这个 Macintosh 的 MX200 环绕前级，去搭配一个8声道的 Macintosh 的后级。那这样子的搭配，基本上整套组起来，一般来讲也是要100多万的一个价格了啦。所以从原本的10几20万价位，一次就直接到100、200万价位，就是一般人可能，我相信你要买这套系统的话，你的一个财力可能跟一般人会不太一样。你有可能有人会问说，买这种东西真的划算吗？买这种那么贵的一个音响器材啊？对我来讲，到那么高阶的器材，有时候反而不会去聊它的一些功能啊，或者什么 CP 值，因为我觉得对某些人来讲，就是假如对我们这个客人来讲，他要求就是说，这样的器材能不能带给他感动？只要能带给他感动，感到音质有所提升，那他觉得这个钱花了就值得这样子。然后加上为什么会采用环绕前后级的一个配置呢？因为坦白说啊，这个后级你说再过50年，它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？其实应该大概是不会的。那环绕前级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差异。所以呢，就算真的再过10年，我们环绕音效的规格有做更改的时候，到时候你再换新的一个环绕前级去做更换，你的整个系统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沿用的。好了，那这部分讲完之后，其实我们就稍微讲一下，我觉得我们换一个角度，拉一个更近一点的角度来看一下这台机身的一个造型，然后稍微讲一下它的操作，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，以及我的一个对于这台机器的听觉感受吧。那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，可以就近来看一下这个 Macintosh 的 MX200 环绕前级哦。那也要很感谢我们那位客人，因为其实这台 MX200 就是他订的。那当然他有说货到的时候跟他一起做拆箱，然后他有讲说，因为他家喇叭并不像我们现场那么好，所以他想体验看看说，这台 MX200 配上这个 Macintosh 的环绕后级，那搭配这个 B&W 的801落地喇叭，然后甚至我们现场还配了4颗这个英国 Real 的一个超大的重低音，来听一下，就是这台机器它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哦？就我觉得这种体验也是人生当中少有的几次非常非凡的体验。那我没记错的话，其实这一台应该是全台湾第一台啦，因为
Macintosh 这台 MX200在去年的应该11、12月推出，那客人询问之后，进口上面也应该订的话，我记得序号它是第一台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外观。首先尺寸的部分呢，它宽度是45公分，深度48公分，高度11公分。然后他们原厂有说它这个是可以进那个 rack 柜，就机柜的。因为呢，在有一些地方，叫欧洲、美国或大陆，他们有的用户用这个的时候是把它放在私人影院里面，就并不像你在台湾店面或者是你在居家看到，它可能放在前面，然后搭配一个环绕后级。那私人影院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只要10人坐的小电影院，那它就会在侧方的一个机柜区里面，然后所有的线就是都坐在装潢里面，拉到各个环绕喇叭。那这台呢，MX200呢，本身它的是一台11.2的环绕扩大机，它可以做到7.1.4或者5.1.4的一个搭配。那特别要提的就是说，它的天空声道最多是只能做4声道，就是它没办法做到假如说5.1.6这样的一个搭配的规格。然后正面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有一个中间有一个玻璃面板，然后搭上它这个荧光绿的 logo 跟机型。然后它这个玻璃面板，其实我刚拆的时候，我觉得是蛮漂亮的，因为我有拿相机拍了一下。然后如果你没有用偏光镜的话，基本上你可以拍到它的玻璃是非常的干净，都可以拍到整个就像是镜面一样这样。正面非常简单，2个旋钮，左边是一个输入源的切换，那右边呢就是音量，以及如果你长按的话，它是可以按压的来当做一个静音还有关机的一个按钮。那在它背后的话呢 ，HDMI 输入有4组，然后它的其他的就是输出的部分，声音输出这种环绕前级就基本上都会是一个平衡的输出了。那特别要提一下，就是说还有这个Phono 的 AM 的输入，还有一个平衡的音讯输入。那为什么会有平衡的音讯输入呢？这边还要再跟大家特别再提一下，就是说这一台呢本身它是有网络的功能，但是呢它的网络的功能只能当做一个遥控的界面。那它本身是没有那个什么 AirPlay 啊，没有什么 Spotify 的串流音乐功能。所以你想用它来听高音质音乐的话，它还可以再接一个串流的播放器。所以就是这个蛮符合发烧友的一个作风，就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会把它隔开，然后专门给它一台机器。好，那你说这台它的特点跟以前的，其实它以前有出一台叫 MX100 吧。那这台 MX200 它最大的改变就是在这一代，它用上了一个叫做Direct Live 的一个空间校正系统。那这个东西其实你现在如果看到 Denon、Onkyo 好像 Pioneer 甚至 NAD 很多品牌的一个不管是环绕扩大机或2声道扩大机，开始都采用他们这个 Direct Live 的一个空间校正。那我本身呢，我对于这个校正出来这个校正系统，我觉得它就是效果出来是蛮好的，但是当然我跟大家顺便分享一下我使用这个 Direct Live 的一个感觉，这么多年下来哦。好，然后首先它的那个网页的操作界面呢，其实调整的选项基本上也不多，它就是一开始先叫你说你先确定一些喇叭的配置，然后呢接着就输入一些喇叭的距离。然后呢，它还比较好玩的在于说，你用上这个 Direct Live 的一个空间校正之后，那其实一般的空间校正做下去，声音如果你是用预设的音色的话，它听起来会有点无聊。所以 Macintosh 它还做了几种的 EQ， 让你可以再叠加上去，或者说你平常你不用这个空间校正，你也可以单纯用 Macintosh 它的 EQ 去做一个声音的调整哦。那接着就是一些声音音量的测试、大小声的调整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一家的环绕前级都有，就不太多做介绍了这样子。好，那接着我要细讲就是关于这个Direct Live 啦。首先呢，这个 Direct Live 它MX200你在拆箱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它有附上一个这个麦克风架，那我觉得基本上它附的这个麦克风架也还算蛮有质感的，就跟你看得出来它不是随便拿一个便宜的麦克风架给你，然后原厂会附上一个麦克风，但是那个麦克风呢，基本上大家应该如果玩到这个等级的，它不会用，它会再去另外买一个测量级的麦克风，像有一个公司它叫 Mini DSP， 他们就专门为这种环绕扩大机去做一个UMic One。跟近期有做一个更高阶的 UMic 2， 就大概5-6千块台币吧。那它就可以搭配这个 Direct Live 去做一个空间的校正。那空间校正的流程基本上也是一样，第一个就是你要先去做这个整个音响校正的讯号的音量，以及呢每个声道的音量的一个平衡。然后接着你就会来到它校正的页面。它校正的页面呢，基本上会依照你的空间，然后有不同的测量点。什么意思呢？假如说你是小空间，那它就是除了皇帝位之外，它就在测量8个点。
那如果你是中型空间，它就会在两侧再延伸变成12，然后记得最多是到16个点吧，这样子。然后你全部都测量完了之后，它就会进入到它接着是一个校正完成的画面。那其实我很久以前好像有讲过，说这个 Direct Dive 它校正会做2个事情呢，一个叫做时间上的整合，一个叫做频率上的整合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就想成，其实因为你的环绕喇叭或者是环绕巨人系统，其实它是非常需要一个 AI 或机器人去帮你做校正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你很多只喇叭，其实你要让它第一个声音同时到达你的聆听的位置，这个就要可能很多人会讲说有差吗？就是声音的速度那么快。那我做的距离跟那喇叭也才差，可能每个喇叭就落差几公尺而已，这样听声音有差吗？我跟大家讲，就是如果你到一个发烧友的等级，或者是你对声音有苛求的时候，其实它那个参数啊调一调，其实听起来还是真的有差，就是差在哪里？定位感的精准度，这跟整个声音的空间感或和谐度，我觉得那是有落差的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讲完时间的一个整合之后，那接着要讲说一个频率的整合，什么意思呢？像如果我接了很多颗4颗的重低音，然后本身的喇叭又超级大，就是一个大型的落地喇叭，那我环绕喇叭是小只的，那我就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的重低音在播放的时候可能会非常的吵，就是在我这个空间里面，可能我听一些炸弹炸下来，哇，那个重低音就会整个很像共振很严重，那它甚至会影响到你的一些人声讲话或一些电影的其他的效果。然后这个空间校正，它就会把整个声音的频率段都尽量让它做的平整。但是我要说一个重点，就是说，我觉得就像颜色一样，标准的颜色或标准的声音，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讲是不好听的。就以我之前玩过NAD 的机器，或者是这么多年这样听下来，我觉得这个 Direct Dive 他们在做的时候，预设的音色，坦白说，都会有一点让空间变小的感觉。但当然，在这台 MX200做完这个 Direct Dive 空间校正之后，我觉得这个空间感是比较没有受影响的。但是在音色上呢，就要再去做调整。那你在它这个界面上面呢，你就可以去做一个低音的拉伸。基本上它是分环绕一组，然后前方的中置那个主喇叭一组，然后中低音喇叭一个群组。所以你可以去做一个这几个喇叭的一个频率段的设定，然后你还可以再去做一个空间校正的时候，它有一个频率的限制。假如说像有的人他就会想说，我既然低音容易影响，那我就去只校正500赫兹以下的频段，我500赫兹以上的频段我就不要去做校正，因为这个音响本来就那么好了嘛。那你再去把它做校正，他就会觉得说好像你就没有买那么贵音响的价值了，那你买10几万喇叭就好，你不用买到100万。我觉得也有一些人是这么想的，加上空间校正，我觉得现在就这种校正再怎么做，跟原汁原味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差异蛮大的，所以大家口味不一样，调整的方向就不一样。但基本上这些操作呢，都要是专业人士，或者是你非常熟。如果你是一个也许你是音响发烧友，但你不常做这个事情的话，我是建议要请人家代劳，要不然你自己弄的话，研究很久，然后这个东西基本上也很无聊，然后需要反复的一直测试，很浪费时间。好，然后我觉得要小抱怨一点，就是说，我觉得 Direct Dive 它在设计这个曲线的调整的时候，它都是有点用绘图式的，就是没有任何的参数。就如果你像他们专业的录音软体啊，他们在做 EQ 音色调整的时候，它其实是有各种的参数可以去调整。假如说他想要去做高音的一个滚降，低音的滚降，或者是去做爬升，或者在某个频段去做 Q 值多少的一个频率的拉升，就我直接拿一个那个录音软体的 EQ 调给大家看，可能那个界面呈现这样比较快。我觉得空间校正或者是这种 EQ 的调整，它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有可复制性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今天你是用手动去拉图表的话，其实这些的一个音色调整，它很容易就是说，我在 A 地点调完之后，这个超级好听的声音，我容易在 B 地点没办法去做复制，这也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地方。因为我觉得空间校正一个最终极的目标就是，它可以让客人啊，每一个客人在店家里面听到的声音，最后到他家的时候是几乎是可以复制的。就我觉得这也是高级音响，你说它会遇到争议或者什么，有时候遇到争端就是这样，因为那很高级的音响，它不同的地点发出的声音有时候真的差很多，所以有时候你才会听到有些客人在网络上分享说，他在音响店听得很开心，就他回到家买了这个很贵的音响，听得很失落这样子。
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Direct Live 的出现，它很大程度的就是要改善这个事情嘛。但是由于它现在这个调整有点像是都是依赖手动，并没有用参数去做一个固定变量的调整，所以这就是一点小抱怨。那基本上我觉得这还是一台好机器这样子。好，那最后来分享一下听感呢，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到这个等级的机器啊，它带给跟平价机器最不一样就是空间感跟远近的感觉。假如说像，当然我现在现场配的喇叭都是比较贵的，可能说听起来会也是跟喇叭属性有关。那我觉得这样配下来，跟那种10几万、20几万的剧院啊，尤其是像我在播那个西线无战事的时候，那一开始战场的远近的感觉，就每个枪声啊，你在听的时候，你会真的觉得说，好像它是从很远的一个地方这样射过来的。那整个场地人的呼喊，都感觉你好像在一个很空旷的战场里面。但如果你用10几万、20几万的那种剧院组在听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它的空间感没有那么的大。而且这种东西它是比较级的，就如果你听桑巴，你再听剧院10几20万的，你会有空间感10几20万的那个剧院很不错的感觉。但当你听完10几20万剧院，你再听这个100、200万的组合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这是100、200万的组合，它的空间感又更大，而且大了非常多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感觉。第二个就是说它的整个低音，当然因为它的这个空间校正做完，然后我们低音又用很大颗的，所以那个说像一些坦克车啊，或是一些很深沉的低音啊，那听起来会非常的深沉，然后声音也会非常的清楚，而且你居然不会觉得那个声音会不舒服，或者觉得很毛躁这样子。所以怎么讲呢？这种东西它基本上试听也不太准，但是就回应刚刚讲，就是如果人生有机会，然后有这个预算，然后你是一个追求声音完美的客人的话，我觉得有兴趣可以问问看我们刚刚故事中的主角，要不要给大家听听看，或是有空跟他约时间去他家听一下这样。那这是我们这台这个 Macintosh 的 MX200 的分享都到这边了。希望之后，当然其实我本人平常也比较少录这种比较贵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其实这类东西跟大家的生活距离还是比较远的。就是你说比起几万块、1、2万块、3、4万块的桑巴10几万的喇叭剧院组合啊，这种动辄可能组起来1、200万的东西，就是可能我觉得看影片的客人里面，大部分人是不会去买它，甚至连考虑它都不会。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它的一个存在意义啊，其实也不是 CP 值，它是应该说人类对于一个精神上，或对于一个极致上，或对于完美上的一个追求。就有时候很多人说东西为什么买那么贵啊？其实我几万块听一听不就好吗？不是都有声音吗？那个几万块就听着就很不错，为什么要花1、200万、2、300万，花到1000万那么贵哦？那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这样子啊，你要想，人类如果今天都不追求完美，我们对极致没有一个追求的话，其实你很多事情就不会进步了，科技也不会进步了。就如果你今天你觉得电脑或手机其实能打电话就用了，不用可以拍照啊，就也不用可以录影，那你就想着现在我们还是在用这个很普通的东西这样。所以或者是你说任何的学术上的研究，就是如果没有一些物理学家想要一直去突破自己的极限，那我们科技也不会进步。所以我觉得追求完美呢，是人天生里面 DNA 里面所刻印的一个无法磨灭的本能啦。那只是说你对于这个完美的事物，你是哪一方面你是有所追求？有人是对于音响，他对音乐；有人是对于金钱，他想要赚很多的一个财富。那有的人呢，他可能是对于身材，他想要很健美的身材。那就各有所好了这样子。所以希望就是喜欢音响的朋友，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到麦斯音响听听看。除了我觉得不只是 Macintosh 吧，或者是任何这种好的音响器材。那这是关于这台 MX200 的开箱吗？或者是小小介绍就到这边。我是 Alan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